我说我是少林寺出来的，但他们都不相信。少林武僧一拳定乾坤，爆肝 KO 了13年不败的韩国拳王，打断他8根肋骨。只因这个韩国拳王太嚣张，别看他个子不高，长得不壮，却有着金钟罩一样的体魄，擂台上也是猖狂到了极点儿，指着中国小伙的鼻子大骂，撅起屁股嘲讽对手，甚至无视规则摔断对手的脖颈，结果被红牌罚下场。此人就是号称拳坛不倒翁的金大焕。他种种嚣张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少林寺武僧谢维，请缨出战，要狠狠教训嚣张老外。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黑红短裤谢维自小就在少林寺练习武术，在站立上的技术很强，而金大焕作为一个老将，练习了多年的跆拳道，腿上的力量很强，角度也非常刁钻。谢维还是要小心对手精湛的腿法。他可能会留在新加坡。是。控腿。谢维呢，刚才那一下自己脚下有些打滑，导致自己陷入被动。这个角度呢，其实金大焕并没有办法对谢维形成控制，那就看谢维怎么能够把头给逃出来。是。位置上面来说呢，刚才存在一定的断头台的风险，但是现在呢，来到龙边。这个角度，谢维头部有一点点的危险，这个位置不好，出来，这个位置不好。哎，谢维现在将对手压在身下，一拳拳的狠狠击打。这一波攻势中，可是给对手造成不小的影响。而金大焕还在奋力的挣扎，想起身回到站立，他在地面上非常被动。谢维也在尽全力尝试压制对手，不过最终还是让对手成功起身。但金大焕不愧是老将，他并没有松开控制，反而是用力将谢维摔在地上，他的力量也十分强悍。谢维在地面上也要做好防守，金大焕经验毕竟非常老练。30秒钟的时间，谢维要多用一些地面上的扫踢。是，奥利维也可能会提醒金大焕，如果地面没有更多的进攻动作的话，请起身。是。谢维呢，这时候拳头上面也保持威胁，这时候你注意力不能松，你一松的话呢，我直接身体往下一压，拳头就砸进来了。没错，谢维不妨呢把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下，就这样，就是这个，把对方的单腿拉向一边，瞬间切入做一个击打。很快第2回合开始了，谢维上回合在地面上虽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但也是占据着优势，还是不能跟对手在地面上过多的纠缠。对手在地面上总有办法进行反击，即便能将对手压制，但也没有太多的有效打击。现在谢维还是在站立上步步紧逼，出拳也非常精准，还将防守做得非常严谨，不会轻易被对手命中。不过这个金大焕还真是不好应对，更何况他的抗击打还堪称变态，看谢维会怎样打穿他的防守。掐住对方的一边单腿，金大焕呢这段时间打得比较保守一些。漂亮，前手打进去之后，后手的上勾跟进来。在对方的如此严密的防守之下，谢维还能够打进对方的内围，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这个呢，你综合的比赛，你不是拳击比赛，你是可以用腿的，可以用手的，这么清晰的直拳的组合不多见。1分多钟的时间，漂亮，谢维漂亮。现在比赛都进入后半程的时间，在站立上，谢维的控场能力还很强，拳腿结合也很流畅，并且能将他打得很狼狈。在站立上，谢维打得很冷静，命中率都比对手多。谢维的打法非常具有观赏性，总能在合适的时间将对手精准命中。金大焕打的还是中规中矩，这回合进行到现在，两人也没有要进入地面的意思。谢维的迎击拳也能精准的命中对手。金大焕现在节奏慢，谢维一拍去滋扰对手，把对方的报价破坏掉之后，打出一些后手拳。是，他打拳就打整节奏，对，漂亮，倒了，要结束了，连续击打，谢维准备收比赛，金大焕，谢维可以准备收比赛了。金大焕的防守已经被破防了金大焕也够硬啊，谢维，这个很好的机会，还有继续跟进，不要松，再关注比赛。
比赛时间到了，最后一回合的时间，金大焕的状态显然是还没有从上回合走出来，脚步明显的虚晃。之前谢维精准的拳头砸在他的面门，给他造成很严重的影响。现在的时间，谢维就是趁对手病要对手命，直接将对手击倒在地。金大焕现在在崩溃的边缘，看他能在谢维的手中撑多长时间。不得不说，金大焕的抗击打真是变态，这样凶猛强悍的攻势下，还是在强撑着没有倒下。赢了，除非出现什么冷门意外啊，赢肯定是赢了。对，金大焕这一下的动作可以被认为是非常的消极。这如果在跆拳道比赛当中呢，已经被扣分了。你跆拳道比赛肯定不能这么打啊！首先你的手都在贴。谢维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分寸的打。爆杆拳，爆杆拳，比赛结束了，谢维赢了。爆杆拳，哇，好潇洒啊！把自己的护绳旁边一甩，接着给爷接着。这就是少林武僧的实力。面对13年不败的金大焕，谢维直接将其终结，打得太精彩了。看一下精彩回放。5回的时候，我们就对他更加有信心。是，到现在他把金大焕直接在第3回合 KO， 这也打得太棒了。再看，我们来看一下那下爆杆拳，爆杆拳就是这一下，直接给对手打倒。好漂亮！再来一个砸拳重击。谢维一拳爆杆，一拳入魂，越来越有大将的风范了。接下来大家不要走开，依旧是谢维早期非常精彩的大战。对战的选手是柬埔寨拳王罗塞南。我们直接进入比赛。谢维依旧是黑红短裤，双方都是站立上的技术。谢维的对手是一个打法刚硬的老将，年龄上两人相差也比较大。一边是踩脚板，一边呢是先撞对手。来看一下能不能够对陈罗塞纳产生一定的影响。两位站在龙边，这感觉架势像在跳贴面舞。陈罗塞纳作为一个万冠军赛的老将来说，今天在场上的表现并不像是谢维这么积极主动，反倒是打得有些迟钝。陈罗塞纳呢，在两人近身纠缠的过程中，谢维硬生生将对手按在身下，在地面上的纠缠就看两人的力量了。谢维现在这个把位并没有完全压制，对手还控制着谢维的上半身还有一条腿。接下来的时间，谢维还是要想办法拿到齐成的把位。虽然双方都是主攻站立技术，但在地面上，谢维也明显更加占据优势。他慢慢的影响对手的状态，也没有坐以待毙，还是在想办法进行身位上的转变。陈罗塞纳还是很艰难的从地面重新起身了，回到站立。虚撞，毕竟呢是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所以在角力的过程当中呢，陈罗塞纳尽管是一位老将，还是有机会的。漂亮，再摔啊，又是一个半摔。这回合已经是2摔2中了。对，打一些砸肘是可以的。是，在谢维的强势进攻之下，陈罗塞纳显得很被动。没有太多的应对办法。对，哎呦，小心啊！第二回合的时间，谢维要想办法打出更多的优势。其实上回合在地面上，谢维的打击也非常精彩，在地面上也占据明显的优势，而对手也开始着急。毕竟现在是发力的关键，都想拿到比赛的主动权。现在进攻也非常频繁，谢维见招拆招，脚步上的移动影响对手输出，随即找机会近身对手内围。但老将的拳头也能精准打在谢维的脸上，千万要做好防守。这个在中国人说法，这叫鸳鸯腿。小心啊！谢维扫地之后换了一个后手拳，还是要小心对方的单拳，对方单拳的命中率这一回合很准。对，而且谢维呢也要加强对自己头部的保护。这组前后，对面陈罗塞纳打得也不错。这回合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谢维要想办法拿到更多优势。现在双方打得有来有回，都是在拼拳法，看谁的拳法更加沉重了。罗塞内抓住时机的能力很强，随后在两人近身的时候，谢维一个用力将对手按在围拢边。
谢维再把对手顶到了圆笼边。今天他的这个转身技呢，用的其实效果不好。神龙塞纳这转身技，我觉得用了除了炫技以外没有大的意义。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谢维在赛前应该是了解过这位选手的一个主要的比赛风格。又来了，你看都是空的，几乎每一次都会被谢维给化掉。谢维都是像做这个左侧的环绕步，环绕步之后呢，再接右手抓。最后回合开始了，谢维这回合就要想办法抢占先机了，并且也要加强拳法的准确度，要加强进攻的节奏。这是两人最后的机会了。不过谢维现在还是选择步步紧逼，整个人的状态也非常自信。谢维要加油啊！第一回合显然苏塞纳对于比赛的准备还不是非常充分。可真是挨了这么几拳之后，他大概知道谢维的分量了。是。谢维今天的防守上面，包括在移动上面，做的还是不错的。进了，进地面了，连续击打，连续砸击，再做砸击，结束了，谢维赢了，结束了 ，KO。最终谢维还是不负众望，再次将对手终结，打得非常精彩。这就是谢维的实力。少林总教头的名号不是虚的。大家觉得谢维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第一下打空了，后边这一下后手刚才岛田遮了一下视线，这两下哇，最后连